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今天这期咖啡屋分享的内容是中年女人穿衣搭配最常见的3组高级配色，显气质不掉价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你是否也曾发现，随着年龄渐长，我们对色彩的偏好似乎悄然改变，那些明亮温润的颜色不知不觉间成了衣橱里最常见的选择，不仅能提亮肤色，让气色更显精神，也为我们的穿搭注入了更多活力与轻盈。然而，许多女性在色彩搭配上却容易受限于过往的审美习惯，一不小心就落入了显老又沉闷的搭配陷阱。今天这期咖啡屋和你一起认识3种最常见却最容易踩雷的低阶配色，以及3组真正能衬托气质、温柔显年轻的高级配色。让我们从色彩的细节中重新发现属于成熟女人的优雅与光彩。1. 中国大妈最常见的3种死亡配色，别再这样搭了。1. 高饱和红配绿，缺乏高级感。说实话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大多数女性都会面临肤色暗沉、不均色斑等情况。这个时候，比起暗沉的色调，明亮的色彩总是能让人看着更显年轻。然而，明亮不等于高饱和，很多人之所以看着会俗气、老土，就是因为颜色太过艳丽，与肤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，而导致面色更加暗黄、沧桑。再加上自身的审美有限，搭配也很容易踩雷。比如说典型的红配绿撞色穿搭，当2种颜色都非常艳丽时，冲击感很强，加上红配绿赛狗屁，整个就很艳俗，缺乏高级感和协调性。善用五彩色过渡，如果是处于想要穿点亮色来让自己看着更年轻，更建议选择饱和度低一点的，将红色替换成酒红，绿色替换成薄荷绿，视觉冲击感会没有那么强。此外，我们在搭配时也要善于运用五彩色来过渡，像鲜艳色加基础色的组合不会出错，也很显眼。2. 大面积同色容易显老土。我们经常会听到同色系搭配很高级的说法，在网上看到时尚博主的穿搭也非常高级，但是我发现现实生活当中，大多数同色系搭配都会陷入一个误区，就是全身同色。比如说像这位女性，从帽子到鞋子，全身都是红色，看似整体都很统一，但就是高级不起来，甚至说是很俗很土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其实，仔细对比那些真正高级的同色系穿搭，不难发现，关键就在于2个细节的把控。首先是色彩的饱和度，高饱和度的颜色虽然视觉冲击力强，但往往缺乏耐看性，容易显得浮夸甚至压迫，而低饱和度的色调则更显温润含蓄，不喧哗却自带高级感。尤其在中年阶段，选择低饱和度的色彩，不仅更容易与肤色融合，还能自然地提升整体气质。其次是层次的营造，那些看起来毫不费力却令人印象深刻的同色系穿搭，往往巧妙地利用了色调的深浅变化，形成柔和而有序的视觉层次。这种层次感不会显得突兀，却能打破单一色彩的平淡，让整体造型更有生命力与表现力。小面积呼应更安全，如果掌握不好同色系的穿搭精髓，那么非常推荐中年女性试试色彩呼应技巧。也就是说，在穿搭中保持服装与配饰、鞋子在色彩上相呼应，这样的搭配既能保持一体性的美感，又不会因为同色的面积过大而显土。3. 碎花加烟色丝巾，艳俗又土气。绝大多数中年女性在年纪渐长后，
常常会不自觉地陷入碎花裙加碎花丝巾的穿搭误区，误以为花俏与花俏的叠加可以穿出洋气感，实则不然。这种将强烈存在感的单品进行重复叠加，不仅让整体风格变得混乱，也容易让人产生视觉疲劳。比如这两套穿搭中，碎花裙与丝巾本身就各具特色，若同时出现，便会互相抢戏，导致视线无法集中，整体显得过于花哨，缺乏重点。不仅如此，也会削弱穿搭应有的气质与质感，让人看起来显得杂乱老气。全身图案不超过一个，是许多优雅女性穿搭中潜藏的关键原则。这并不是否定中年女性穿碎花裙或丝巾的美感，而是在于搭配上的克制与平衡。换句话说，花色单品本身就已经足够吸睛，若想穿出质感与品味，就不宜在同一造型中叠加过多的抢眼元素。像下面这几位气质妈妈的穿搭就是很好的示范。花色丝巾搭配简约纯色连衣裙，碎花裙搭配素雅的珍珠项链，即便再加上一顶帽子一副墨镜，也丝毫不显花俏，反而让人感受到她们从容优雅精神饱满的状态。穿搭不在于繁复，而在于取舍得宜，适度留白，让视线有重点有呼吸感，往往比全身堆砌来得更高级更耐看。2. 女人上了年纪，多穿这3组高级配色，气质倍增。对于成熟女性而言，穿着打扮是让我们保持好状态的关键，而运用好色彩既能让我们看着年轻优雅，又能呈现一定的美观性和好品味。因此，掌握配色公式和技巧非常有必要。1. 中年女人显高级的3组配色。一是酒红加黑色，显肤色有气场。对于中年女性来说，如何展现魅力是我们穿搭的重点，那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扮嫩也不显老，而红色与黑色的组合就是提升气场与显肤色的绝佳选择。选择饱和度低1度的酒红色，来中和黄皮的暗沉，增加面部光泽感。利用黑色的沉稳气质，让穿搭保持微妙的平衡，既不过分张扬，又打破单一沉闷。2是灰粉加灰色，减龄不装嫩。很多时候我们会被粉色装嫩误导，认为粉色的服装就不适合上了年纪的女性了。但实际上，自带减龄效果的粉色只要注意2点就能轻松 get 好气质。一是款式设计要偏成熟，也就是避开少女感的设计元素，选择更加成熟的单品，比如 polo 衫、衬衫等。2是搭配色彩要高级，像粉色与灰色的组合，成熟的款式削弱甜腻感，而灰色压住气场，呈现出1+1大于2的视觉美感。3是经典卡其加象牙白，低调显贵气。女人上了年纪，穿搭最重要的是干净整洁，那经典卡其色与象牙白的浅色调搭配组合，就是中年女性的首选。白色连衣裙加卡其色手边包，白色 T 恤衫加卡其色5分短裤，造型色彩清浅，不需要繁复设计，就能传递出一种不费力的精致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若你的肤色偏黄，不建议将卡其色放在上半身，会加重黄气感。2. 牢记色彩穿搭3个技巧，让造型更高级。技巧1：基础色为主，鲜艳色为辅。我们都知道，在穿搭配色中要遵循3色原则，也就是全身不超过3种颜色。但其实真正的关键不在于是否超过3种，而是在鲜艳色的占比上。因为对于基础色而言，即使全身搭配超过3种颜色，整体视觉上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冲突。
真正影响穿搭质感的，往往是鲜艳色的种类与数量。一旦全身出现过多鲜艳色，不仅会削弱造型的重点，还容易让整体显得花哨杂乱。正如碎花丝巾搭配碎花裙所带来的视觉拥挤感，对于中年女性来说，以基础色为主，鲜艳色为辅，是一条更实用且优雅的配色原则。基础色如白、黑、灰、米、卡其等，本身就具有包容性和稳定感，能够为整体造型打下安定的基调，而适度加入一两处鲜艳色，则可以作为点缀，让穿搭更具亮点与精神面貌。技巧2：远离面部用深色，靠近脸部用提气色浅色。俗话说色彩不对，显老10岁。对于中年女性来说，我们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肤色的颜色，这样在搭配时才能避免显面部憔悴。那如何选择适合的颜色呢？首先就是判断自己是什么肤色调，具体可以看看自己手腕的血管颜色。像蓝紫色的话就是冷色调，而绿橄榄色的为暖色调，而冷皮的话选择蓝紫调，暖皮的话选择棕橘调。不过要注意，如果你的肤色是暗沉偏黄的话，那么最好是避开土黄色、橄榄绿，很容易显得气色不好。优先选择米白、酒红、宝蓝等色彩，对于肤色更有提亮效果。技巧3：纵深显瘦法。色彩搭配并不单是显时髦提肤色，它还有显瘦的作用。比如说像我们日常搭配时，选择外深内浅，就可以起到收缩轮廓显瘦的效果。而若是我们选择上浅下深的搭配方式，还能有效地拉长腿部，同时整个人看着也会更加轻盈。对比看这一组图，左边这一身，上身暗色调让整体的重心都降低了不少，会有一种头重脚轻的感觉，而右边看着整体视觉就会好很多。当我们步入50岁之后，心境逐渐趋于平和，穿衣也从张扬转为内敛，不再盲目追求流行与潮流。然而，许多女性在选择穿搭色彩时，却仍习惯性地依赖黑色与灰色，认为这样稳重又百搭。其实，这正是影响气色与精神面貌的一大盲区。黑色虽能显瘦，但它过于压抑，容易让整体造型显得沉重甚至显老。灰色则偏冷，若肤色偏黄或暗沉，更容易显得气色差，无精打采。这两种保守色虽看似安全，却往往掩盖了女性本该绽放的活力与风采。相比之下，年轻色更能点亮面容，提亮气质，在不失优雅的前提下，自然呈现出温柔、精神、朝气的状态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，女人过了50岁，为什么要尽量避免黑灰色，并如何用对色彩，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有气质。1、为什么不穿黑色、灰色？很多姐妹喜欢穿黑色、灰色，就是觉得她们比较不容易出错，而且还很显瘦。这两个颜色，穿对了就是极简高级风，穿错了就会显老，脸上一点气色也没有。特别是黑色，确实比较显瘦，但是穿上身黑麻麻的，给人一种无趣、死板的感觉。当然了，也不是说我们50岁的姐妹不能再穿这两种颜色了，而是要尽量少穿。要是真想穿，那你也要注意一些方法，就比如说不要穿一身黑、一身灰，增加一些有亮点的颜色，就算是黑白配也可以。灰色可以和粉色搭配，也是绝配。2、挑选颜色的技巧。1、不选和肤色相近的颜色。到了50岁，我们的肤色可能会因为年龄慢慢变得暗沉，或者是发黄、有雀斑什么的，
要是我们选择和自己肤色相近的颜色，就比如说肤色、土黄色这些，简直就是灾难现场。这样的颜色穿上身就和我们的肤色融为一体，显得我们更加没有气色了，脸色蜡黄蜡黄的。所以大家在选颜色的时候要避开这样的颜色。2. 选低饱和度、有质感的料子，比较高饱和度的颜色，比如说大红色、荧光黄这些，我们这个年纪还是少碰为妙。不是说这些颜色不好看，而是太扎眼了，穿上身容易给人一种刻意扮嫩的感觉，反而显得不自然。而且高饱和度的颜色对皮肤状态要求高，我们脸上难免有点小瑕疵，被这么鲜艳的颜色一衬，那些小瑕疵就更明显了。低饱和度的颜色之所以受欢迎，不仅因为柔和不刺眼，更因为这类色系如莫兰迪色、奶油色、雾蓝、烟粉等，都自带一种优雅与克制的气质，能够自然地烘托出成熟女性的从容与温柔。然而，仅仅挑对颜色还不够，布料的选择同样关键。如果搭配的是廉价易皱的面料，比如过于薄透、质地粗糙的材质，即便是再高级的颜色，也会显得廉价没质感。反之，若选用质地挺阔、垂坠感好的面料，如真丝的柔滑、棉麻的自然、羊毛的厚实，就能很好地撑起整体造型，将低饱和度的色彩衬托得更有层次与韵味。3. 深色配色参考大自然颜色。要是大家实在喜欢深色系，那我们在配色的时候就可以多参考大自然的颜色，比如深绿色可以搭配棕色，就像是树干和树叶的颜色，看着特别舒服。深蓝色搭配浅灰色，就像蓝天配着白云，清爽又大气。这样搭配出来的深色系不会显得沉闷，而是有一种自然的美感。3. 换成这3种年轻色。1. 天蓝色。要是姐妹想要穿得年轻一点，那你就不要错过天蓝色，这简直不要太适合我们50岁的女人。就算你不是那很白的，肤色有点黄，穿上这个颜色也可以明显的提亮一个度，显得气色好很多。因为它饱和度不高，又是一种很干净的颜色，就可以把我们的肤色衬托得很透亮。你随便穿上一条天蓝色的连衣裙去跳广场舞，保证你的姐妹说你看着就像是40出头的。2. 香槟色。如果你是走优雅气质风的，那你可以试试香槟色。香槟色本身就有着一种高级感，穿上身温柔又大气，有一种大女主的感觉。我们不用担心香槟色和肤色融为一体，因为它有着光泽感，不管什么肤色，穿上身都有那种恰到好处的优雅。3. 翡翠绿。翡翠绿是一种特别有生命力的颜色，穿上身能让人看着特别有活力，一点都不显老，不像深绿色那么沉闷，也不像浅绿色那么轻浮，是那种很有质感的绿色。这颜色可以衬得我们气色特别好。当我们走过青春年华，逐渐迈入人生的黄金阶段，才会真正明白，穿衣打扮不仅是外在的装饰，更是一种内在气质的延伸。这个年纪，我们不再盲目追求流行，也不再刻意模仿别人的风格，而是更愿意用衣着展现一种从容、得体与自洽。尤其当我们看到那些年过花甲依然优雅有度的女性，总会感慨，原来老去也可以那么美。比如72岁的赵雅芝，无论是日常街拍还是公开亮相，她的穿搭总是简约却极有质感，色彩选择也恰到好处，从不过分张扬，却总能在人群中脱颖而出。这让人不禁想说，老去不可怕，
可怕的是在岁月里失去了自己。而赵雅芝的穿衣哲学，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优雅老去的最佳模板。等我老了，也要像72岁赵雅芝这样穿，穿衣简约，巧用配色，没有大妈感。其实，娱乐圈有很多跟年龄对抗的明星，就比如72岁的赵雅芝就是如此。她打破了我对年龄的认知。之前还刷到她穿细高跟鞋跳起来的图片，真让我惊呆了。这身材素质强得可怕，真是一点都不像70多岁的。提起她，肯定很多人想到的是她跟叶童共同出演的《新白娘子传奇》，成为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。现如今时光不停歇，他们也变老了，但是他们的状态一直都令人羡慕。尤其是赵雅芝，不光是她的状态值得我们学习，就连穿搭也能给到我们不少启发，既符合年纪，又不会显得老气横秋，优雅显气质。赵雅芝的状态为何这么好？其实不用想都知道，赵雅芝状态这么好，私底下肯定对自己很严格。要是我们也想拥有，管住嘴，迈开脚才是硬道理。少吃多餐新搭配食品，不要老吃垃圾食品，要清淡饮食，平时多补充维生素，少吃荔枝、葡萄等糖分高的水果，多吃蓝莓、苹果这种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的水果，对身体是有好处的。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，像赵雅芝的话，平时很爱运动。前不久还看到他跟38岁的小儿子现身香港马拉松现场，以5小时42分钟的时间成功完成了10公里的健康跑，所以说身体素质才这么好。除此之外，他平时也爱打乒乓球或练段八锦，不但能锻炼身体素质，还能维持身材，所以我们平时吃完饭也可以多出去散散步，运动运动，去公园里做做锻炼啥的，防止脂肪堆积。当然了，除了这2个方面，平时赵雅芝也会很重视防晒、护肤保湿的工作，这样子才能有效延缓肌肤衰老。所以说，我们平时出门干活或者逛街时，也要时刻做好防晒，避免加速皮肤老化。赵雅芝的穿搭秘诀，显年轻又时髦。穿衣简约，巧用配色。到了一定年纪之后，穿搭想要穿出优雅感，那在衣服的款式和颜色上，得多花些心思才得。像赵雅芝，不管是私底下还是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，她的穿搭很优雅又得体，让人看着非常舒服。所以我们在选择衣服的时候，可以多参考赵雅芝的思路，一个是款式简约合身，一个是颜色素雅，配色得当。衣服上不需要太多那种流苏、蕾丝等元素堆积，款式简简单单就挺好的。像赵雅芝经常穿的旗袍，就显得很精神，而且能展现身材的曲线，质感看起来也很好，版型也很合身。腰臀部有肉的姐妹，就不要老是把注意力放在展现曲线上了，旗袍越紧越暴露身材缺陷，穿着也不舒服，还不如多选宽松的款式，但也不要过于宽松，还是得突出腰线的，只是说旗袍尺寸大一点的才合适。深色的旗袍显沉稳，浅色的旗袍不挑人，显得更温柔。图案不要选有过于张扬图案的款式，有一点点淡雅图案的就很不错。此外，收腰连衣裙也是赵雅芝上身频率很高的单品，但她很少选过于花哨的颜色，爱穿亮色或温柔色调的裙子。现在夏天非常适合穿一些亮色的衣服，这样能有效提亮肤色，也能展现出精气神。像赵雅芝经常爱穿大面积纯色的连衣裙，
或者是简约的波点裙，日常出行或者是逛街都是不错的。在配色上面，赵雅芝一般不会超过3个色系，最常用的就是大色块搭配法，配色的面积对半分或3/7分。鞋子的颜色，经常选择的是白色或米色这类百搭的色系。当单品上有别的颜色时，她也会从中挑选出一个颜色作为鞋子的颜色，这就是取色法，避免不知道搭配什么颜色鞋子的尴尬感。2. 配饰不需要多，但要有质感。赵雅芝打扮很优雅，除了衣服和本人气质的加持之外，还有配饰的功劳。像珍珠耳环这种简约耳饰，多少年了都好看。姐妹们别被那些花里胡哨的潮流带跑，这些经典款经得住琢磨，就像过日子，靠谱的东西用着踏实，戴上它们稳稳当当的美。同时还要记住一个原则，少即是多，别堆一堆。你看她没把脖子、手臂或耳朵挂满，就选1、2样配衣服。我们中年女性其实也可以活得很精致，穿得很有气质，没必要把各种配饰往身上堆占，反而会显得杂乱无章。喧宾夺主，选择1、2件与穿搭相呼应、风格合拍的小配饰，比如一条恰到好处的珍珠项链，或是一对小巧的耳钉，就足以让整体造型更有层次，显得讲究而不繁琐。除了耳环和项链，像胸针、丝巾这类配饰也很值得一试。一枚设计感十足的胸针，别在简约的衬衫或外套上，不仅增添了优雅气息，也透露出一种从容自信。而一条质地轻盈的丝巾，无论是围在脖子上还是绑在包包上，都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。正如赵雅芝多年来所展现的穿衣智慧，坚守简约，不等于平淡，而是通过巧妙的色彩运用与配饰搭配，把简约变成一种有层次、有质感的生活态度。真正的优雅从来不是堆砌出来的，而是在舒适自在中悄然流露的一份对美的热爱与坚持。别忘了，你本来就很美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